真有多迷信？游戏抽卡怎么样？抽卡怎么样？在抽自己想要角色之前，前面先摆满就是自己想要那个角色的周边之类的。因为我是航空类的，夜市里面有醉鸡，我们就不会吃那道菜。因为我之前头发很长，然后就是已经超过腰了，然后所以我就要看日子去剪头发。电器上一定要放绿色乖乖，有不能理解。在台湾，你一定也有听说过或遵守过许多迷信，像是入住饭店前要先敲门，不用红笔写名字，进入室内不能撑伞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哪些别具一格的迷信呢？本次哈哈台前进街头，带你一起来听看看路人还有哪些神奇经验。首先让我们从最轻微的开始，这两位弟弟要聊聊台湾人从小的习惯。还有指月亮，不能指月亮，可是我想说耳朵好像蛮大，可以切很多块，看到很漂亮就会指一下，就你看那个没有？后来有发生什么事情？也没有，但是我耳朵可以，就是这样折进去，然后就给它弄出来。这两位女子也同样不信邪，就指月亮后被割，然后我那时候超不相信的，后来就指完，然后就耳朵就被割了。割哪里？就是这边，然后就突然这边受伤了，然后就一条线。从那之后，你有就不太指月亮。如果要比月亮的话，我就会用4只手指并拢，然后这样。哎，那你指一次月亮给我看，有月亮，月亮，你看月亮好圆哦，这样子。费玉清。但费玉清的家中信仰也非常的玄秘，因为我们家就是信了那宗教之后，变得就是很容易感应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家出去玩的时候会带结界出门，其实是水晶，然后跟盖的那种孔印，然后它是一只一只的，然后我们就会带那个，然后进房间的时候会先拿那个香出来，然后在里面烧一圈之后，再放那个结界在每个角落上。有需要念一些什么样的咒语？主要是绕香的时候要念。现在听到你会就是吓一跳吗？我不会吓一跳，但是我会想看。麻瓜也想转职咒术师啊！就是我自己最相信的是言灵这个东西，不是说人讲的话有对有力量。之前因为我妈在跟我朋友聊天，然后我有事情要找她，我就一直跟她说话，她就很生气，她就突然跟我说闭嘴，结果我隔天就摔倒了。关你跌倒什么事？可是我跌倒之后，我真的闭嘴了1个礼拜。搞了半天，原来妈妈是准1级咒术师。这对夫妻的奶奶也有一些特殊信仰，就是我会在外面租房子，对，然后他就是说什么要进去之前，你要拿去庙里面拜拜啊，求福，然后把它就是烧成灰加水，再这样撒在各个的角落啊，站在最里面那个角角，然后就这样咻咻咻咻，然后要从里面然后撒到外面这样撒，然后把那个鬼这样吓跑。所以你有做这件事情？像我最近感冒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你怎么会感冒？一定是我那个时候叫你撒盐，你没有撒对地方，撒干净。最近都一直去拜拜啊，看能不能让你身体比较好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感冒要看医生，你拜拜没有用。”哎，我别讲。所以你家里现在累积了很多张符咒，那个都已经烧掉了。那你弄去哪里？冲马桶。魔法没有消失，只是晋升魔法使了。接下来，这位女子的家人热爱水晶，我爸会买什么水晶洞跟很多的那个金球那一类的。他有一阵子很沉迷这种。摆水晶洞对你们家有带来一些改变吗？有，就是没地方放，家里摆那么多也没什么，然后我就偷偷送人。那爸爸有但是很好的朋友，当然没有啊。爸爸应该不会看吧？我爸不会，可是我姑姑会。姑姑看好了，就是她。这位女子最近有个发现，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最近都灵性觉醒了，都突然冥想，一冥想就我的指导灵，我有5、6、7个指导灵，神明、菩萨、动物灵超多的，我还没有那种感觉。有朋友跟你分享过什么样的灵？他在学阿卡西记录，它就像一个什么宇宙的图书资料馆，然后你就可以连接到你的今生前世，你就是可以问他问题，反正里面就有3个人，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脚本，可以问那3个人问题。你去学那个好像有3种系，一种是视觉系、感受系跟听力系，反正他都会帮人看。他说他是视觉系的，他说他一这样子，然后就有那个画面，他就可以这样问问题，就很像看 Netflix 这样子，会那个场面调度啊、运镜什么之类。他说还有那个故事真的都很精彩，很棒。建议所有写不出剧本跟导不出戏的，对，直接念那个阿卡西的祈祷文，直接开。哈哈台即刻进修阿卡西记录。所以你有给他算过？我给他算过我那时候算好像身体不太舒服，他说是因为我前世本来就有问题，可是我后来去看医生说是甲状腺亢进。龙山寺外有个baby，貌似这是已经成仙的代表。那你刚才是去求什么吗？其实我都添点香油钱，只是去添香油钱。
一种恭敬，日月星辰神，要多一点的福报才天道，更多的话才菩萨道。所以你有经历过什么？就是哇，就觉得这真的有福报会。对，再多才是佛道。我是佛下来的。你说你的前一世吗？我现在就是。你现在这是这样这不能讲吗？你有以前是佛的记忆啊？没错，那是开窍。那我们一般人是什么？我也是一般人啊，可是我可以变不见又出现，因为我们人间一开始，这都定好，它像一个秩序。财运到的时候，我可以连中20期，5、6个号码。例如说买乐透，我就是连中20期。对。那这样子有神通力的人有多少？台湾应该我是第一了，这个世界上应该我是第一。中过最大的奖是多少？可以了解一下吗？3兆元。哈哈台不禁秀阿卡西记录了，我们改天香油钱。麻将是许多台湾人的消遣必备，尤其逢年过节，更是大家小赌怡情的棋牌类游戏。而麻将也有许多小迷信。如果你在打麻将的时候啊，然后你要点外卖或干嘛的，就不要，因为你的钱就流出去。在打的过程，我好像应该都不喜欢被碰肩膀那些的吧？打麻将的时候不能上厕所。可是我真的很想上厕所的。你要忍住啊！连装完就可以去打麻将。我自己是一降都不行3个小时还好吧？别人赌博是心脏要很大颗，你是膀胱要很大颗。这位龙山寺的命理阿姨要来打破一些麻将小迷信。我应该算是一个不良分子，因为我吃喝嫖赌样样会。你叫我喝酒划拳，我也 OK。谁的气比较强，他就比较长福。这个气不是我们去制造的，红内裤啦。我确实看过很多人穿红内裤、红内衣，有用吗？不一定。连庄啊，你不能上厕所，不能。对，那你相信吗？我不相信。真的打麻将的话，我也曾经胡到我不会算。我曾经遇过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可以问吗？好，因为我不太懂，可是我有同事很懂，我可以问他们。对，我同事很爱打麻将，他很爱算这个。喂，盖瑞。我问你哦，我问到一个那个老师啊，然后他有玩麻将，他赢过一个很大的，然后因为我不太算台数，我可以跟你讲看，你判断一下吗？他说那个梅兰竹菊，东南西北，清一色，碰碰胡，杠上开花自摸，全到了，然后东南西北都是碰碰碰，这样3台，然后混音色4台，所以7台，碰碰胡再加4台11台，然后自摸跟杠上开花再加2台，总共是3台。先生，你忘了梅兰竹菊如果全到了8台，如果碰碰胡东南西北，没有梅兰竹菊到了，全到了是再加1台这样。梅兰竹菊是4台，全到了。梅兰竹菊是2台。你问再更专业的。火爆场面一触即发，阿姨加码分享。我5天前差一点被一台轿车撞死，我平平的哦，我很遵守，是他出了巷子又冲过头，我那时候当下只有摩托车一转，然后2台车停着，那我从来没有脾气的人，然后摩托车停着，叫他下来，什么意思？我要打枪，要跟你有纠缠纠结，要聊。注意了，你各位遇到这个手势的人。但除了麻将，连抽烟都会有迷信。就是有一个迷信是说，你开烟之后，你要就是把一根烟倒插，然后那根烟就是留到最后抽，然后那根烟要许愿烟。我只有听过尾烟呢，就是尾烟只能手烟跟尾烟不要给人家抽，不然会衰。你会不会这一包烟抽到剩下最后一根的时候，你觉得现在没有愿望，先去开下一包？我会，我真的会，然后我就有2个愿望。我真的有，我现在包包真的有2包烟呢。对啊，真的有。卖火柴的小女孩真人真事改编。路边的一隅，有一位正在抄心经的阿姨。姐姐，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在写心经啊。写心经？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？没有啊，就写一写交出去而已。他交给谁？有一个团体，他会来收1份1000块。如果有时候写的字比较丑，他会退吗？不会，不管怎么写都给。对。那你会故意就是这样？不会，我不会。我可以看看你前面那页写的什么吗？这个是乱写的吧？那佛很难写，有的这个字根本就完全不一样啊。对啊，那没关系，他都这样写。啊，你在写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聊吗？
不是会念啊，就是。你也会念出来？没有啊，是默念啊，念给家人。那你有觉得你写心经以后运气变好吗？还好，还是你觉得啊，写完以后你有觉得有神明保佑的感觉？有心情比较平静啊。但是，你觉得你是一个迷信的人吗？我还好，我之前是佛教，只是从我国中以后都是基督教。所以你是基督徒？对。那你写心经啊？无聊就赚钱了。你应该去写圣经吧？所以假如今天有一个团体来说，写圣经一次可以1000块，跟写一份心经1000块，你会选哪个？我觉得心经比较好了，字比较少哦。对。Amen。说到西方迷信，在台湾也有西方的星座迷信。那姐，你相信星座吗？其实我还是有些相信。那老师，你相信星座吗？相信呢。我以为你们这种东方命理会跟西方的星座会冲突哦，没有。所以你觉得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吗？论点说法不一样。会看星座运势，看今天运势几颗星。你今天是几颗星？4颗星。那如果他今天就是随便放一个星星上去，你都会相信吗？2颗星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这是假的。这位女子就有为了自己的星座钻研一番。我只迷信星座，我是水瓶座，对，我们就是一些超乎常人想法，然后也不受控的星座。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不太懂自己在想什么，然后我们也就是不受拘束啊，也很喜欢想干嘛就干嘛。但星座带给她的好处是，就是我可以更快了，可能在暧昧期或是刚认识还没到暧昧的时候，我就大概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，我心里会有个底。这就是水瓶座厉害的地方咯，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可能他是因为什么星座，大概什么个性。如果我今天喜欢你，我可以去迎合你的个性，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水瓶有点特别的就是我们不喜欢很主动的人，但是我们同时又需要他有一点主动，然后不要管我们，但是呢又不能不太管我们。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讲什么？是不是没有人了解我们在讲什么？但是水瓶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不好意思，上升水瓶的我劝你不要把这种事情推给星座。那内哦，他还有其他的技能，妖魔鬼怪会比较信一点。我有稍微有点体质是感应得到的。之前跟朋友去神农街，台南的那个神农街，对，然后他走到最底会有一个寺庙，我跟我朋友就是走到快逛到最底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突然全身僵硬，然后我们就立刻掉头离开，然后他就开始狂打嗝，然后我就开始狂打哈欠，我会打很大的哈欠，然后我们就知道那他没有跟着我们。你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打哈欠的时候，就代表这边有。就是如果打很长，就是我嘴巴闭不起来的时候。最后，这位女子就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代表。但我现在也不相信感情了。我现在真的觉得月老很没有用，我不知道我这怎么拜都怎么没用。我身边很多人信星座，但我自己就又觉得还好。你整个是大反例耶，因为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。因为我是就是信佛教，因为小时候可能就会比较真的会相信说死后可能好人会上天堂，然后坏人会下地狱。但是其实现在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个屁啊，就是好了，我刚刚有点太浮夸，但是因为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在相信这件事情。一人生中当然你会有犯错的时候嘛，就代表说你一定要下地狱吗？应该也不可能吧，因为搞不好你之后就你心是好的。那你有真的想过你死后会去哪里吗？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都下地狱。我觉得我都下地狱。结论：老师再见，同学再见，我们地见。太 original。